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萨偏偏。本期视频为大家解说一部新鲜出炉的韩国电影，把遇事不决、量子力学8个字体现的淋漓尽致。片名就叫量子物理学。可能有弹幕就会问了，我是文科生，根本不懂啥是量子物理啊。没事，我也不懂。量子物理学只是男主的一个信仰。这片子其实是个犯罪片，和量子物理以及学都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小白是个社会人，毕生梦想就是开一家高级夜店。最近他拉到了资金，在好哥们小新的协助下，店面也装修的七七八八，就差一个能提升夜店品味的营销经理。为此，小白亲自当猎头，想要挖走业内大佬花姐，又是给钱又是送股份，还说我根据量子力学这一算，咱俩的气场啊特别合。可花姐却一直拒绝小白，直到给小白投资的幕后股东黑老大露了一面，花姐才同意了小白的邀请。难道说这个黑老大才是花姐喜欢的类型？这天，小白来看望自己以前的老同事，看过《他人即地狱》的小伙伴肯定能认出来，这不是彪哥吗？小白和彪哥正在忆往昔峥嵘岁月，有姑娘哭着来告状，说是包厢里有客人在闹事。小白也很讲义气，当下决定帮彪哥出手。原来闹事的是知名说唱歌手皮皮，皮皮是真的皮，居然让小白喝了他吐出来的酒。小白充分展现了社会人的能屈能伸，当场就给吨了。不过转头就让陪酒的小姐姐们搜集皮皮嗑药的证据，留着以后备用。这之后，小白的夜店顺利开张，当天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。等客人散了，小白高兴的点了一根事后烟，花姐却本着敬业精神劝他，很多高端客人不喜欢烟味，所以你应该戒烟。这时候，小白又搬出量子力学，说宇宙是由氢化氦构成，香烟也是由氢化氦构成，所以他抽的不是烟，而是宇宙。我明白了，他抽的是宇宙牌香烟。宇宙香烟新秀。另一头，在警察局刑事科还有2个重要人物登场，一个是为了破案比偏偏还要干的秃警官，一个是韩光日报社的老局长。最近他俩的日子不太好过，之前通过老局长爆料，哥俩破获了一起高官参与性招待的案件。可现在案件瞩目的同党进了青瓦台，背后还有一个有权有势的大财阀加持，绝对不会给他们好果子吃。秃警官认为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直接搜集这个大财阀的罪证，把他们连根拔起。于是就来找小白帮忙。小白等于是秃警官的线人，他能拿到黑老大的投资，也是靠秃警官牵线。秃警官算是小白实现梦想的战略导师，这份人情不还都不行。但是在还人情之前，小白先送给秃警官一份开胃小菜，那就是歌手皮皮嗑药的证据。皮皮在小白面前有多横，被秃警官抓到就有多怂。他为了自己不吃牢饭，就把和他一起嗑药的富二代们都供了出来。其中有一个人正是大财阀的小儿子。由于这个大财阀是靠放高利贷发家的，咱们就叫他老高，那他儿子就叫小高。这次算是拿到了大财阀的把柄。秃警官又去拉报社的老局长入伙，不如搏一搏单车变摩托。可老局长还是认为这点条件不够上微博热搜，不足以撼动一个财阀的根基。正方不肯出山，秃警官只能拉反方黑老大入伙。黑老大之前也被大财阀欺负过，而且扳倒大财阀，黑老大就有机会进入梦寐以求的房地产市场，自然是心动不如行动。小白本来不想淌浑水，但毕竟欠了秃警官的人情，黑老大还是自己的投资人，所以也被逼着上了贼船。三方合力准备给小高来一个瓮中捉鳖，但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花姐居然偷偷录下了3人之前的对话，并把这些信息透露给了一个检察官。可见花姐接受小白的邀请也是早有预谋。至于他为啥要这么做，咱们稍后再说。那天之后没过多久，黑老大就把皮皮抓回了自己的老巢，可能就是想听个现场吧。黑老大让皮皮当鱼饵，只要和小高有局就马上通知他们。没几天，小高这条大鱼就上钩了。可是就在主菜已经上桌，就差摆碗筷的时候，小高直接被和花姐有联系的检察官截了胡。一起被抓的当然也包括皮皮。检察官为啥要插话到其中呢？他就是想以小高吸毒为筹码，和大财阀换个官做做。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小高玩嗨了，一心认为是皮皮告的密，直接给皮皮放了血。吸毒变杀人，这下检察官手里的筹码更加丰厚，只要他让小高脱罪，大财阀就同意帮他升官到青瓦台。因为秃警官、黑老大和小白都参与其中，检察官直接派人端了刑事科逮捕了秃警官，查封了小白的夜店，最后把黑老大扣押在了监察厅。黑老大的案底厚着东子糊墙了，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，左一层右一层。检察官稍微点了他几句，黑老大就直接双膝跪地服从组织安排。因为主要和皮皮联络的一直是小白的好哥们小新，所以检察官想让小新当替罪羊，承认自己杀了皮皮。黑老大一想，反正与我无关，就回来给小白、小新下最后通知，只要小新替小高吃2年牢饭，黑老大就给他5个亿的赔偿金。同志们，5亿韩币啊，折合成人民币有300多万，你们有谁2年能赚300万？小新当然选择了逃跑。나가 집밖에 안 되다. 너 원숭이니까 잘 타세요.世事就是这么无常，事态就是这么炎凉。无路可走的小白只好来找报社的老局长，并且给他看了检察官逮捕皮皮和小高的视频。但老局长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指出，这个视频根本证明不了小高杀了皮皮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这时彪哥打来电话，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，那就是花姐与检察官早就认识，小白是引狼入室了。
这个消息小白知道了，黑老大也知道了。小白知道以后就想要个理由，黑老大可是直接要命了。小白开车急着赶到，救下了差点被黑老大手下绑架的花姐。逃跑路上，小白忍不住问他为啥要把自己的真心按在地上摩擦。花姐说自己的老爸就是因为黑老大而死，为父报仇这个理由够立论吗？反方没有情理反驳，于是小白选择闭麦。目前的情况很不明朗，兔警官深受牢狱之灾，小白只能委托现任的警察接着调查大财阀。花姐找到了自己的最强人脉，电视台的股东崔市长。虽然明知道崔市长也是个老狐狸，但他还是把财阀公子小高杀死知名 rapper 皮皮这事说了，希望对方能给个上电视的机会。于是崔市长就给小白做了个视频专访。第二天新闻果然报道了一部分内容，但这事件矛头却直指检察官，把大财阀摘的是一干二净。而检察官被上司和大财阀左右夹击，摆在眼前的仕途走到一半就挂上了此路不通的牌子。崔市长这个老狐狸播出一半新闻获得了高收视率，又临阵倒戈向大财阀，将小白出卖给他讨了个人情。被抓之后的小白其实早料到崔市长不是个好饼，自然留下了后手。崔市长与大财阀勾结绑架小白的时候，花姐与小青就躲在暗处偷偷拍下了照片，自己要是一命呜呼，黑料立马放出。看大财阀投鼠忌器，小白又点出，现在大财阀是被检察官拿到了把柄，而自己有办法帮他解决这个难题。大财阀也觉得可以死马当活马医，就让小白去试试。但是小白没有去找检察官，而是带着崔市长找到了黑老大。黑老大其实怕大财阀怕得要命，当下点头哈腰，恨不得隔着电话给人磕一个。话说这是我在韩国电影里看到过的最怂的黑老大了，不管是检察官还是大财阀，见了谁都得叫爹，比起神马东西可差远了。咱们继续说剧情，原来小白的计划就是让黑老大出马，抓住检察官的女助手，再从他那里逼问出皮皮尸体的下落。之后果然顺利找到了尸体。这就相当于卸了检察官的一张重要底牌，到时候就逼着检察官承认杀死皮皮的不是小高，而是某个贩毒组织。小白这两步计划看似周密，可刚实施完第一步，反转就来了。黑老大也跟大财阀串通好了，既然他能绑来检察官的女助手，那干脆直接把检察官也绑过来，让他来背下谋杀皮皮这口悬黑铁锅，然后再伪造检察官失职，从而畏罪自杀的样子。弄死检察官之后，大财阀和黑老大两个老不死的各取所需。黑老大帮大财阀解决了检察官的要挟，大财阀给了黑老大进入房产行业的机会。接着他还下令让黑老大把小白、小新和花姐这三个知情者也做掉。在去天堂的路上，小白又开始利用自己的量子力学知识了，只要努力想象，就能成为现实。 갑자기 미쳐가지고 마주오는 덤프트럭에 들이박아 직사한다. 들이박아 직사한다. 들이박는다. 들이박는다. 들이박아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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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들이박아라! 들이박아! 대차게 들이박아! 들이박아! 没想到小白这一顿挣扎，还真的就搞出了一起车祸，3个人顺利逃脱。大哥，你这不是量子力学，你这是量子玄学吧？最终，小白、花姐和小新在警察的掩护下，合力抓住了正在夜店嗑药的小高。小高的吸毒劣迹很快成为全国瞩目的新闻，大财阀黑历史起底，相关政府官员也都遭到了曝光。报社老局长也承认，这次微博热搜上的好，开始为兔警官出力。电影的结局是，黑老大和大财阀手拉手接受调查，没个10年8年估计也出不来。小白也终于抱得美人归，和花姐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不过在这里，我画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，早知道这样，为啥不一开始就去抓小高？何必搞那么多翻转呢？量子物理学目前豆瓣评分才5.9，作为一部韩国犯罪片，这个分数可以说是相当低了。男主角总是挂在嘴上的量子力学看似新颖，其实只是借了一个壳子，和那些过气的土味情话、毒鸡汤、重复血没啥区别。韩国的影视作品一直热衷于黑自己国家的大财阀，其中有一部老手还被我国翻拍成了大人物，但这部量子物理学就有些太过套路化，对资本博弈的阐述基本都浮于表面，小人物大事件最后正方战胜反方都是最常规的故事结构，不管是对警察、检察官、媒体，甚至对财阀、黑帮的刻画都过于脸谱化，有种为了黑而黑的感觉。估计韩国财阀自己看完电影都在吐槽，我有这么弱鸡吗？那真实的韩国财阀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偏偏和大家简单聊几句。财阀在韩国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就比如大家都熟悉的三星吧。在今年的上半年，三星集团一家的出口额占据了韩国整个国家出口总额的20%。如果你觉得三星就是个卖手机的，那你就图样了。每个财阀旗下其实都有好几十家公司，涉及诸多产业，影响着韩国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访韩时下榻的首尔型的酒店也是隶属于三星集团。在韩国，像三星这样的大财阀，还有现代、LG、SK 等等，这些大财阀可以说是掌握了韩国经济的命脉，连政府也得看他们脸色，给他们各种税收优惠。近年来出现很多财阀高官贪污案件，最后也都得到了宽大处理，也难怪会衍生出这么多黑财阀的相关影视作品。大家如果对韩国的财阀、黑帮、政客感兴趣，推荐2部电影，一部《新世界》，一部《局内人》，评分都很高，值得一看。有时间我也可以给大家解说一下。今天就先聊到这里，大家如果喜欢听边缘多聊一些电影之外的故事，不妨来个1键3连支持一下这个视频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